海玲笑着接老太太的话：战奶奶，你一把年纪了，还是不要到处飞了，留在家里，让我们这些小辈时常能看到你，心里也能安定点。都说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你可是我们大家的宝贝呢。老太太咪咪笑，现在你们就算赶我也不走得了，就在家里照顾彤彤的衣食住行。我怕我这个大孙子什么都不懂。战印俊脸泛红，说道：奶奶，我现在是没有经验，不过我会学的。等会儿我就去书店多买几本书回来，慢慢的看。人家都说的一胎照书养，二胎照猪养，他和海童好不容易才迎来一胎，就先不想二胎的事了。他盼着海童能像穆晴那么好命，一胎双保，儿女双全，那样他老婆只需要承受一次孕育之苦就可以了。就是不知道他们夫妻俩有没有那个好福气了。姐，你陪奶奶聊聊，我去准备早餐。你给我们买了这么多食材过来，我就多做点样式，彤彤现有胃口好，吃完后很快又会饿的。我们很久没有在这里住，家里也没有零食了，一会儿去超市给彤彤买点他爱吃的零食回来。战印边说着边回厨房里，又在里面叫喊着：奶奶，你跟老二说一声，我今天不回公司，让他有重要的事情就跟我打电话可以了，或者他自己处理。平时他不回公司，有苏南撑着，但现在苏南以妻子为重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都不愿意加班了。战印只能奴役一下弟弟了。老太太说道：你们夫妻俩跑得太快啊，不知道老二随后就去了风尘山庄，他不在管城呢。程医生答应了老二，那这一次跟着老二一起过来给云初治眼疾。老太太接着说道：我回来的真是时候，不仅长孙媳妇有喜了，二孙媳妇的眼睛也能治了。彤彤肚里的宝宝是个福星呀。公司的事你不用担心，你这2天陪着彤彤，让小的那几个历练一下，在自家公司里历练出来了，以后要单飞也有自信。老太太是觉得家族企业有人接班就可以了，不会拘着所有孙子都在家族企业里上班。他们若是想单飞，她也大力支持的。海童本来还想再躺会儿的，听到老太太和自家姐姐的声音，她也不睡了。起床后简单洗刷过后啊，换了衣服就从房里出来啊。奶奶，海童出来先叫了老太太一声，又问着姐姐：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彤彤，来，让奶奶看看你，奶奶可想你了。老太太一见自己最喜欢的孙媳妇，马上笑着招手让海童过去。海童边走向老太太边笑道：奶奶就是嘴上说想我，自己跑得老远的，那么长时间也不回来。我就是工作忙，否则一定跟着奶奶到处飞。那婆孙俩是在暑假前分开的，现在都要10月了，是有1个月不见面。海童也怪想老人家的，有老太太在，总觉得天塌下来都不用担心压着他。奶奶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接到阿印的电话，奶奶就火急火燎的回来了。老太太拉着海童在身边坐下。海玲说着：妹妹，我还不是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才知道你们俩回来了。昨天战印打电话给我，等他挂了电话，我才消化了他话里的意思。他没有说你们回来了，我和大姨本来想去你家里的，以为你们还在风尘山庄，就想着等你们回来了再去山庄看你呢。昨天我们也有事，只发信息问了你，就是姐发信息给你，你也不告诉姐你回来了。昨天是凤晴来了，凤晴走后，商太太就带着凤晴留下来的，写去了医院做 DNA 血缘关系鉴定。海童不好意思地道：我们也是高兴的有点傻了，都没有说清楚。你陪奶奶说话，我进厨房去帮妹夫一起煮早餐。你想吃什么？姐都给你做。现在你姐我的厨艺比以前精进了不少。那海玲走的是餐饮路线，她再忙也不能丢下了厨艺。以前她只会烧些家常菜，现在她学做其他菜，
由于新店还没有开张呢，他就先自己练着。就帮他试菜的人是陆东明。陆东明打趣地说过，等他学成了个大厨师，他可能胖上2圈。陆东明还建议他去报名学烹饪，不要局限于做一样的菜系，最好能把全国各大菜系都能学会。哦，海玲也有这个意思，决定这2天就去报名学烹饪了。姐，让战印准备就行，平时我们俩都休假，就都是他下厨的。海童说道。海玲说他也就是战印宠着你，战印平时那么忙，难得休息，你还让他下厨呢，要多疼一点战印，他很累的，不容易。知道了。海童知道姐姐一向都疼着战印这个妹夫，总是让他对战印好一点吧。那他也知道姐姐这样做都是为了他好，姐姐是他娘家人，他娘家人对战印好，就是希望战印对他好。战印从来不让姐姐失望的，对他一直宠爱有加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有时候海童都开玩笑说战印把他宠得无法无天的离了他，那他肯定看不上其他男人的了。每次战印就是把他摁入怀里，亲他亲到他举手投降，才警告他不要想着其他男人，他就要宠着他，宠坏他了。其他男人都受不了他，他这辈子都离不开他了。老太太笑道，海玲，你也别说彤彤了，阿印那是乐在其中的。彤彤，你不用听你姐说阿印下厨，你收拾碗筷也是一样的。奶奶知道你们夫妻俩一直都是分工明确，这对小夫妻俩都是你付出了，我就回报你，不会只有一方付出，另一方只顾着享受的。婚姻本来就是靠着夫妻俩共同去经营的，奶奶你就宠着他吧。老太太霸气的道，我亲自挑的孙媳妇，我不宠她宠谁？彤彤就是我宠着的。海玲边笑边摇头进了厨房，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，彤彤就是被奶奶宠坏了，反正我大孙子不嫌弃彤彤。呵呵，老人家哈哈的笑。战印不用大姨姐帮忙，不过海玲闲不下来，还是留在厨房里帮忙。老太太则拉着海童的手嘘寒问暖。末了，老太太说道，那个大师是很厉害的，奶奶说了，那不是安慰你们的话。看吧，这不应验了。海童笑着，是，那是真大师，有2把刷子的，那是没有2把刷子，奶奶也不信他。老太太说道，奶奶其实很信命的，觉得吧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我们战家没有做过损阴德的事，你又是个好孩子，老天爷怎么可能让你们没有孩子呢？不过是要看看缘分的，以后放宽心，养好胎，也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能干的事儿可以继续干着。奶奶不会要求你在家里养胎，什么都不干呢，最主要是你的心情好，让你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你肯定会无聊，也会影响你的心情。咱们家的人没那么娇气，太娇气反而不好啊。老太太对这个长孙媳妇太了解，海童绝对不会因为怀孕就什么都不干的。老人家生了几个孩子，这怀着孩子时也都在干活。几个儿媳妇怀孕生娃时，除非是妊娠反应特别强烈，否则她们也照样陪着丈夫应酬谈生意，出席各种活动，直到怀孕晚期才会在家里养胎。她觉得孕妇心情好最重要，所以孕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她不会拘着。有了老太太这一番话，海童一颗心放下来了。虽说战印说不会拘着她在家里养胎，她还是担心婆家长辈们会像苏家长辈那样，不许沈小军这样那样来要求她。她也不是逞能的人，能干的事儿她就会干，自己干不了的她绝不逞能。什么都不如她肚里的孩子重要。奶奶，海童搂抱着老太太的手臂，感动的道，这辈子能给你当孙媳妇，是我烧了8辈子的高香，修了几辈子才修来的福。老太太笑道，都是一样的，
我们的缘分呀，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奶奶就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。咱们家已经富贵至极，不差钱，所以开心最重要。我很开心，自从嫁给战印后，我都过得很开心。偶尔有点小矛盾，也能很快就解决。小夫妻俩已经很少闹矛盾了，就算偶尔有点矛盾，等大家平复了情绪后，再相互沟通讲道理，谁也不强制性的压倒谁。不得不说啊，战印为了他改变了很多，他也为了战印改变了很多。有什么想吃的就跟阿印说吧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我们本来在山庄里的，我想吃酸菜粉，家里做不了，我们才回来的。海童将头靠在老太太身上，说道：战印真的很宠我，我爱惨了他，他也爱惨了你。呵呵。那臭小子呢？当初这还嘴硬呢。海童也跟着笑。很快门又开了，是梁姨。梁姨每天定时定点过来打扫卫生、打理花草的，也带着战印当初送给海童养的宠物狗。那宠物狗最亲近的就是梁姨和海童了，看到战印就赶紧避到角落里去。那他知道男主人不喜欢他，哪怕他是男主人买回来的。老夫人、大少奶奶、梁姨看到两个人，哇，惊喜不已。她说道：我还在想着，我昨天离开时明明反锁了门了，怎么今天开门都没有反锁了的？哇，原来是大少奶奶回来了。那条宠物狗看到海童，摇摆着尾巴跑过去。海童笑着：小白。他摸摸宠物狗的头，宠物狗便乖巧地趴在他的脚边。梁姨，我们昨晚回来的。梁姨笑道：大少奶奶也不打个电话给我，我好给大少奶奶准备好食材呀。没事，这里离菜市场很近的。梁姨因为一直都跟着海童，两个人好得很。梁姨也知道大少奶奶不摆架子，不过大少奶奶再不摆架子，她也不敢放肆。看到战印在厨房里忙活，梁姨赶紧要去帮忙。战印说道：我已经煮好了酸菜肉丝面。梁姨，不用你帮忙了，你去阳台照顾那些花草去。我们不住在这里时，那些花草都被你照顾得很好，这个月给你加工资。梁姨笑道：谢谢大少爷。大少爷已经给我加过几次工资了，他和阿七的工资是加的最多最快的，两个人都有眼力儿，死死地抱紧大少奶奶的粗大腿。那就不加了，梁姨，大少爷多加几次都可以的。战印笑：逗你的，说给你加工资就给你加工资，谢谢大少爷。梁姨笑眯眯地去阳台照顾花草去。海灵边将他蒸好的虾饺端出来，问着梁姨：梁姨吃过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不用管我了呀。梁姨看到有些花盆里长了些不知名的小草，蹲下去拔着那些不知名的小草。花盆里的泥当初是大少奶奶从外面装回来的，带着些野草的种子，时不时就会冒出些不知名的小草。刚开始呢，还有很多蚂蚁呢，那时不时还要撒点蚁药。就现在几乎就不会有蚂蚁了。奶奶，彤彤洗手吃早餐了。战印将一碗酸菜肉丝面放在爱妻以前常坐的位置，招呼着一老一少过来吃早餐。老太太碰着海童的手，低声说道：看吧，将老公培养好了，自己就等着吃了，多爽呀。海童搂紧他的手臂，顺势挽扶他老人家起来，也低声说道：奶奶，你真是我的亲奶奶。从她嫁给战印开始，奶奶都是偏着她的，不会因为战印是她老人家的亲孙子，就偏帮着这战印。奶奶也是女人吗？阿印的爷爷活着时，奶奶就是个享福的主，她呀，像她爷爷，什么都像她爷爷。老太太最疼爱战印这个长孙，不仅是她一手带大的孩子，就也是这个孩子最像她的亡夫。那老头子要是还活着，该多好呀！老太太怀念地说了句：等他帮他家里的猪都选好了可以拱的白菜，
抱到了曾孙女，他估计就可以与老头子重聚了。他呢，是真的很想他的老头子，不知道他可还在等着他，他会不会独自去投胎了？他说下辈子他们还要相识相知相爱的。奶奶爷爷在天看着呢，他老人家很放心的了。战印听到奶奶的话，接过话去。老太太笑道，只要你能娶妻生娃，你爷爷就放心的了。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这个长孙。你爷爷啊，在你身上倾注的感情最多了。他当爸爸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疼儿子，当了爷爷却特别疼孙子。以前你爸他们做的一些事会被你爷爷一顿批，到了你们这一辈，不管你们做什么事，他都是乐呵呵的。隔辈亲那体现在老爷子身上。海童没有见过老爷子，不好接话。战印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，他对爷爷奶奶的感情也是最深。他过来扶着老太太走到餐桌前坐下，笑道，我是不是像年轻时的爷爷？以后有了孩子，我也会是个严厉的爸爸。等我成了爷爷，退休了，含饴弄孙，我也会更疼孙子的。隔辈亲升级当爷爷奶奶的人，年纪都大了，脾气自然有所收敛。加上现在的人一般都不会多生，很多家庭就是一个娃，老人家自是疼爱的很。这是海玲包的饺子吧？我尝尝你的厨艺精进了多少。老太太在餐桌前坐下，就换了话题。老爷子的话题对于他来说就有点沉重吧。海童帮奶奶加了一只蒸饺，老太太尝了之后，笑到跟酒楼卖的虾饺有的一拼了。海玲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是长进了很多，你新店也快开张了吧？准备了，我觉得我的厨艺还不够好，我擅长的是家常菜，懂得的做法也不多。陆总建议我报名学烹饪，我打算忙完了就去上课了。学到了，回来就练习练习吧。做菜也是熟能生巧，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摸索，才能做到最好。不错，有上进心，奶奶看好你。等你将来成了大酒店的老板，一定要烧一桌子好菜请奶奶吃饭。海玲笑道，那是自然的。一顿早餐原本吃得皆大欢喜的，谁知道海童刚放下了碗筷，他就觉得反胃，然后捂着嘴跑到洗手间呕吐。彤彤、战印连忙跟着进去，就看到他吐得那么辛苦，他轻柔地拍着他的后背，心疼的到刚吃完就吐了。昨天晚上都没有吐的，想起蓝晶刚怀孕那会儿也是吐得厉害。商无痕因为心疼爱妻，还闹腾着要蓝晶去医院打掉孩子呢。那时候海童去劝过商无痕，战印也知道的。商无痕说他体会不到他的心疼，现在呢，战印体会到了。海童在风尘山庄吐的时候他没有看到，回到悠悠山庄他没有吐，没想到现在又开始吐了。他还是刚开始有妊娠反应呢，不知道要吐到什么时候。要是像个别人那样吐到生，战印都有一股冲动，不想要孩子了，不想他的老婆大人那么受苦呀。那话战印不敢说出口，他敢说出来，不说大姨姐和奶奶怎么态他，就是彤彤都会跟他急。盼这个孩子他盼了多久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。海童吐完后，战印赶紧抽纸巾给他擦拭嘴巴，然后扶着他走出洗手间。海玲和老太太也是一脸的心疼，奶奶有什么办法能让彤彤不吐的吗？老太太说到，一般人都会孕吐，不过也就是怀孕早期才会孕吐，那满3个月后慢慢的就不会吐了，就只要吐的不是很厉害，也就忍忍了。吐得太严重就去医院看看医生，自己不要乱服药，怀孕了很多药物是不能使用的。老太太提醒着孙子。海童说道，奶奶我知道的，我不会乱吃药的，忍忍就好。末了他又羡慕的道，小军不怎么吐的，到了他这里他有反应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些人怀第一胎的时候
不吐，怀二胎却会吐得死去活来。海童摸摸自己的小腹，说道：“希望我不要吐到生吧。等会儿我带彤彤去医院检查一下，问问医生有没有办法可以吐得轻一点的。我才开始而已，说不定过几天就不吐了呢。”海玲给妹妹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递给妹妹：“姐，我现在不想喝白开水，喝了就想吐，酸的、咸的，有没有给我吃一点？”战役说到家里没有备着零食，酸菜都让我煮酸菜面条了，我马上让人去买那带酸土的零食回来。梁姨从阳台上进来，接过话：“大少奶奶想吃酸的吗？我现在就去外面买2包话梅回来。有3华里吗？哦，现在这个季节不可能有3华里的了，那就买话梅啊，要酸的那种，现在就想那一口。”梁姨赶紧出去买话梅了呀。海玲提醒着妹妹：“你偶尔含1颗话梅就好，也别吃太多，小心牙软啊。”姐，我知道了。战印扶着她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她挨着她，担忧地看着她，数次都欲言又止的。海玲去收拾桌子，老太太见孙子那副样子啊，说她阿印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孕吐是很多孕妈妈都要经历的过程，你以为养个孩子那么容易啊？以后你要对彤彤更好一点，她愿意在最好的年华为你生儿育女，承受孕育之苦，不惧身材变形，那是因为她爱你，你千万别辜负了彤彤，否则奶奶第一个饶不了你。那爱慕长孙的人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一个。老太太相信自己的孙子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，但还是忍不住说孙子几句哈。不等战印说话，海童就维护着男人了。他说道：“奶奶，战印对我已经很好很好的了，他让我活成了整个管城羡慕的对象，他的余生都是你陪着他，他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老太太呢，一向都是偏心孙媳妇的。奶奶，我不想说什么保证的话，那我用行动来证明。奶奶，彤彤，这是要吐到什么时候？是不是每餐吃完后都要吐啊？”战印的心思全放在妻子孕吐这件事上，当初商无痕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他很想也做一做，但他知道啊，他不能学商无痕，他敢说出那样的话，奶奶绝对会一巴掌呼过来。当初彤彤劝商无痕的话，他也听在耳里，记在心头。流产也很伤身体的。知夫莫如妻。战印的神情落在海童的眼里，他就很快就猜到是什么事了。还有他刚刚数次欲言又止。战印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海童严肃地警告着他，你敢像我表哥那样闹腾，我就敢跟你离婚，孩子我自己养，不用你管。彤彤，怎么了？老太太和海玲听到彤彤这句话，都吓了一大跳。竟然提到了离婚的事。这对小夫妻也就是在战印身份刚公开，海童反应特别激烈，提出过离婚。当时战印像个疯子似的，夫妻俩闹得挺僵的，让所有人都担心死了。好在后来呢，夫妻俩和好如初。那之后呢，海童不再在战印面前说过离婚2个字。知道这个男人最害怕他说离婚2个字。彤彤，我就是想了一下，我不是没有说出口吗？我也是心疼你，担心你像表嫂那样。你别生气，孕妈妈可不能生气，要开开心心的。战印赶紧哄气，一再保证自己不会将那些话说出口的。海童揪着他的衣领，凶巴巴地说道，连想都不能想。好好好，我不想，我想都不想。彤彤，你别生气，更不要说离婚的事。你知道我最怕那2个字的，是我不好。战印将爱妻圈搂入怀，哄着是我的错，你不要生气，咱们就生这一胎，以后都不生了。大师说我儿女双全的命，海童不敢奢望自己能像穆晴那样一胎便儿女双全，很少有人那样的。他要是一胎儿子，那么2胎就是女儿的了。怎么着也要生个女儿。
他很喜欢干女儿妍妍，自己也想有个白白嫩嫩的女儿。一会儿我就带你去医院，看看咱们是不是也能有龙凤胎。战役柔声说道，别生气了好吗？海童推开他，说他只要你不那样想，那我就不生气。我没那么娇弱，说不定很快就不吐了呢。老太太和海玲看着夫妻俩，说着他们还没有理解透彻的话，就插不上话，只能干看着。等战印哄住了老婆，老太太问到彤彤，刚刚阿印说什么了？问完后，他老人家又一巴掌呼过去，拍打在战印的手臂上，警告他，臭小子，你离彤彤远一点，别老惹他生气。奶奶，是我的错啊，让开。老太太霸道地命令他让位，战印赶紧让位。奶奶，她只是有个不好的想法，并没有说出来，她保证连想都不想了。我就不和她计较了，她的想法我就不说出来了，怕奶奶会削她一顿。老太太又想一巴掌呼过去，海童赶紧拉住了老太太的手。奶奶，我不生气了，你老别再打她了，她都30好几的人，你还打她，她丢脸的呀。虽然彤彤护着你，没有说你做错了什么事，不过奶奶还得警告你，你小子不老老实实的，奶奶第一个饶不了你。战印苦笑着，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我老实，我一向都很老实的，好不好？很快，梁姨买了话梅回来，海童迫不及待地撕了包装啊，挑了一颗放进嘴里，那股子酸味在嘴里蔓延。他眉开眼笑，说道，就是喜欢这股味道。看到海童喜欢，战印松口气。略作休息后，战印带着海童出门去医院做个检查，老太太和海玲还留在明苑花园。梁姨呢，继续忙她的事情。闲下来了，老太太才有时间问问海玲和陆东明的事。你和东明还没有进展啊？东明对你的心天地可见啊。陆太太现在也不会再拦着你们了，给东明一个机会吧。为了看顾海童，老太太是打算不到外跑挑孙媳妇了。不过她老人家还是一闲下来就想做媒啊。那海玲和陆东明这一对，她老人家也放在心上，很想帮陆东明一把。海玲也是个好的，虽说离过婚，也有个孩子，只要东明不嫌弃，一样可以幸福。现在这年代跟他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，以前的人觉得离婚是丢脸的事，就过得再不好都要忍着。现在的人啊，只要过不下去了，就放手，还彼此自由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，战奶奶，我现在忙着事业上的上，还真的没有好好考虑过感情的事。陆总那么好，我总觉得我配不上他。如果我没有离过婚，没有生过孩子，我离过婚怎么了？又不是你的错。老太太打断他的话，东明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，他那么喜欢洋洋，你也不用担心他接受不了洋洋，你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会是洋洋如亲生的。老太太笑道，东明说，他一开始是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才关注你的，后来知道你是阿印的大姨姐，关注也就更多了。说来，他会喜欢上你，还是因为他喜欢洋洋？他也见过你最狼狈的时候，你还是200斤重的胖子时，他都见过，但他还是喜欢你，说明他对你绝对是真心的。东明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海玲，我也知道你想法很多，总担心配不上，你若是接受了东明，以后是跟东明过日子的，他不嫌弃你就行了，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你做的再好，都还会有人说你做的不好的，咱们何苦去在乎别人说什么，影响破坏自己的心情，那样太不值得了。你过得好呀，是你享福，你过得不好，是你受罪，别人无法代替你享福或受罪，所以我们不用在乎别人说什么。奶奶还是希望你能给东明一个机会，他为了你走到今天也挺不容易的吧？那他的复健做得怎么样了呀？
就老太太挺心疼陆东明的。好好的一个人，忽然就要坐轮椅了。还好陆东明走出了那段阴暗的日子，现在他又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陆总每天都坚持做复健，不过天气热，他一般都是上午做复健，下午就去我的新店。我现在在尝试着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菜，那他就成了帮我试菜的那个人。你那个前夫呢？老太太又问起周红林的事。海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道，他在重症监护病房出来，转入了普通的病房，在恢复中。我带着洋洋去看过他。老太太嗯着，他还想着和你复合吗？他后悔，但他没有说过与我复婚的事。他和叶佳妮还没有离婚，他家里人都希望他能离婚。听他的意思，他是不想离婚的。不过就算他离婚，我也不会与他复婚。他是洋洋的爸爸，我不会拦着父子俩见面，培养感情，但我绝对不会为了洋洋与他复婚。我与他的感情早在他向我提出 AA 制那一刻起就荡然无存了。顿了顿，海玲又说道，周家人老想着让他与我复婚，怎么可能复婚？心被伤透了，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。我就算余生不再嫁，也不可能与他复婚的。况且他家里人希望他与我复婚，不是因为感情，也不是为了洋洋好，是看到我的小日子过得好了，知道彤彤是战家大少奶奶，他们想从中捞好处的。我有事能自己解决的都自己解决，不愿意求助战印，不想拖了彤彤的后腿。怎么可能允许他们拖彤彤的后腿？他们就是异想天开，做着白日梦，跟我老家的那些亲戚有的一拼的，都是极品。海玲始终担心因为自己的事拖累妹妹。虽说他们找回了大姨，大姨家里条件很好，多少能给姐妹俩撑撑腰，但商家是商家，不是海家，他总担心战家会瞧不起妹妹，所以尽量不麻烦妹妹，自己能解决的事情他都不吭声。他还不够强大，不能成为妹妹有力的依靠，那就不要拖妹妹的后腿，至少不给妹妹找麻烦。老太太点头嗯着，你不要有负担，不要觉得你会拖累彤彤，都结亲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战家的人是什么品性，你也清楚的了呀。有困难尽管开口，你能那样想，奶奶也能放心点，至少不用担心你会心软被周家人哄住了。奶奶，我不会的，火坑跳一次就够了，哪能跳2次？当初离婚闹得那么厉害，多亏了战印帮忙，才能顺顺利利的按照我的意思离了婚，我才不会傻到再与周红林复婚呢。那如果他们过得比我好，他们会回头吗？不会，就让他和叶佳妮继续纠缠下去吧。刚离婚那会儿提到周红林，海玲还会有点情绪波动，现在啊，那周红林就算是死，他都不会有情绪波动的了。那于他来说，周红林现在只是他儿子的爸爸，与他没有关系的了。考虑东明吧，他绝对不是周红林那样的男人。你要是和东明在一起，我们所有人都能放心啊。彤彤是不会劝你再婚，其实他心里还是希望你能找到真爱，能有个依靠。你一个人照顾着洋洋啊，还要打理你的生意，也很累。东明能帮你分担一点压力，主要是东明非常喜欢洋洋，他能够做到视洋洋如亲生。海玲看着老太太，忽然就搂抱住老太太的手臂，头枕靠在老太太的肩膀上，笑道，战奶奶，我严重怀疑你一回来就先去了陆家，见了陆总。老是替陆东明说话。老太太也笑道，那你就是冤枉奶奶了。奶奶在疼东明，也是先顾着自己家的孩子。奶奶是看到阿印和彤彤那么幸福，成双成对的，希望你也能接受新的恋情，拥有新的幸福。海玲，人这一辈子也就短短的几十年，快乐最重要。奶奶，我对陆总没有偏见，
但是我与他之间差距太大，就算他不嫌弃我，他妈妈也不阻拦了，我还是觉得自己配不起他的。他现在努力做复健，那我努力创业啊，等他重新站起来，能像个正常人走路了，我想我也能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拥有了一定的财富，再与他一起，好歹我压力小一点，免得别人说我是为了他的钱，图他的身份地位。老太太说道，你和彤彤一样，你们姐妹俩的性格都是那样。行，有你这句话。奶奶等会儿去陆家探望东明的时候，能让他欢喜欢喜吧。感觉战奶奶就是当月老当上瘾了，自家那些适婚年龄的孙子解决了，又瞄准他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海玲松开了搂住老太太手臂的手，说道，奶奶，我去开门，也不知道是谁。战印带着海童去了医院，没那么快回来的，而知道小夫妻俩回来的人也不多，除非是能看到海童朋友圈的人。我想应该是你大姨吧。海玲去开门，宠物狗小白也跟着海玲，摇头摆尾的。门开了，站在门口的人却是沈小军。海玲姐。沈小军笑着叫了海玲一声，海玲错开身子让她进屋，看到沈小军身后2名保镖的，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。海玲说，她小军你来就来，那还买那么多东西过来。沈小军说道，彤彤太不够意思了，我是现在才知道她从风尘山庄回来，让人帮我看着书店，我就赶紧过来一趟。知道我怀孕的时候，彤彤不停地往我家里塞补品，现在她怀上了，我就有机会往她这里塞补品了。战奶奶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进屋后看到老太太坐在沙发上，沈小军惊喜地问着，人快步上前，随手将她的包放在沙发上，就亲热地挽上了老太太的手臂。哎，战奶奶，我们可想您了。老太太笑道，怪不得我天天都在打喷嚏，原来是你们念叨着我。彤彤呢？沈小军问起好友。阿印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在风尘山庄是程医生帮他把的脉，小夫妻俩都想去医院检查一次。彤彤已经有妊娠反应了，以程医生的医术，他把的脉不会有错的。苏家保镖将带过来的补品摆放在茶几上，海玲招呼他们坐下喝杯水。沈小军理解得到，彤彤盼这个孩子盼了很长时间，他绝对相信程医生的。去医院检查，也就是照个 B 超看看胚胎发育情况。我那时候也是这样。彤彤会吐吗？她要不是人越来越圆润，那是肚子里的小不点在成长。沈小军都觉得自己怀孕前后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她是不怎么吐的，能吃能睡，